这是2500年前的终南草楼中，老子与尹喜之间的一段对话。老师，何为道？道主宰着宇宙天地，万物生命。它虚空杳冥，不可言说。老师，那么道在何处？道先天地而生，无处不在。你看，那云起雾落，交替流转，循环不已，这都是道的存在。尹喜的困惑，让老子发现，大象无形的道玄之又玄，使人理解起来颇有一些难度。老子心中知道，书案上这一卷竹简，到了该拿出来的时候了，而他自己是不是又该再一次远行了呢？老子心中没有答案。一个初秋的清晨，尹喜与往常一样来到老子的房间，向自己的老师巡礼问安。然而老子的房间内空无一人，空空的房间中，只见一卷书静静地摆在书桌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青色的竹简焕发出黄金般的光芒。这是一切有关《道德经》问世的记载中公认的情景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也为历史留下了一桩公案。因为老子自此以后便没有了踪影，史籍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著写经书之后的记载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，曾这样描述过老子最后的身影：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义5000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注释严谨的司马迁没有为我们给出准确的答案，他只是写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，让后世的人们苦苦追寻，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，引发出世人无穷的猜测和想象。公元184年，张道陵建立了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，并奉老子为道教的最高真神太上老君。走上了神坛的老子，让他的信奉者们崇敬万分。信徒们认为这位至圣的神仙，在由人飞升为神的过程中，一定还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。有了这些神奇的经历，才能证明道家真神的不朽功德，以此彰显道教的崇高地位。而老子留下的历史空白，为道家信徒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契机。大明一统志中对这个传说进行了细致的描绘。老子与尹喜师徒二人分别在即，
尹喜恳求老子带他一同去云游天下，但不知是何原因，老子拒绝了尹喜的请求。不过，老子在临行前留给尹喜一句话：“1000日之后，于蜀中青阳寺相许。” 3年后，尹喜来到了蜀地，在成都城中四处寻找老子的踪迹，但始终不见其踪。最后，尹喜在一头青羊的带领下，见到了已化身为婴儿的老子。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故事中饱含着对老子精神不死的美好愿望。老子喜欢将道的精神形容为出生的孩子，在他心中，只有至柔至弱的婴儿能与道的本质相通。《道德经》中曾提到：“为天下期，常德不离，归附于婴儿。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”人们用故事的形式传达着对老子的感怀，在他们心中，化身为纯净的婴儿，才是老子的最好归宿。老子讲的“复归于婴儿”，这其实是一个隐喻。我们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，就是回到婴儿的状态。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的话，回到婴儿的状态，婴儿有什么好的呢？婴儿是那个智慧还没有打开，完全混沌的状态。从修道的角度来说，他跟那个圣人的这个觉悟的状态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圣人是经过了人的自我的发展，经过了人的问题，再回到一种自然混沌的状态。这个时候是厚德混沌，是一种觉悟的智慧。千百年来，世人用各种各样的传说，猜测着老子离开终南楼观后的去向，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。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终南楼观，这里曾是老子避世隐居的起点，也是他最终淹没于历史的终点。或许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不同的答案。这座山的名字叫做大灵山，它名字的由来起源于山下一座低矮的小墓。传说中，这所墓葬的主人就是老子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渭水篇》里曾这样写道：“旧水注之，水出南山旧谷。北境大陵溪，是谓之老子陵。昔李耳为周注史，以世衰入隆，于此有种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写的“莫知其所终”，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。因为老子在楼观里失去了所有的历史记载，但这并不说明老子从此离开了楼观。终南山中的灵秀俊美，能让老子驻足于此注写《道德经》，同样，也能让老子留恋忘返于这山山水水之中。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想：当老子将《道德5000言》授予尹喜后，自己便在终南山这个自由天地中，与自然相融合，感悟着道的精神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
圣人，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当历史逐渐变成了传说时，那么传说就会逐渐变为神话。在楼观一带，关于老子的去向依然还是有着玄妙的说法。位于大灵山上的五老洞，在眼中是整个楼观中最为神奇的地方。相传老子就在这里羽化成仙，脱肉身飞升于神界。悠悠的洞口深不可测，据说此洞能与成都青羊宫相通。民间的传说总是充满着理想与浪漫。但无论老子最后真正归于何处，终南楼观都将是老子传奇一生的节点。因为老子在这里所讲授的《道德经》，2500年来已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，每一位中国人的血液里都蕴藏着道的灵魂。这是中华民族得以传承数千年的根基所在，而终南楼观曾见证了这个伟大的过程。老子也许不会想到，他那充满智慧和辩证思想光芒的《道德经》5000言，如同一把钥匙，为人类打开了通往宇宙世界的大门。老子这个道呢，实际上是试图涵盖着人文理性及向宇宙伸展。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理性的这个道，它一个更高的依据，就是自然的法则。自然的法则。那么说这个对中国的哲学，你说它究竟有什么影响？就一句话，它到现在为止还是应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。核心概念就是它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，啊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念，也决定了，不是说封闭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、对宇宙的理解，它决定了我们理解这个宇宙、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、思维进度。《道德经》蕴含的哲学思想，不但滋养了中华民族，而且在传入欧洲后，为西方的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。直到今天，西方世界依然认为，《道德经》和《圣经》并驾齐驱，都是能够规范人类思想、行为的哲学经典。德国从18世纪至今流传着一句谚语：左手一本《圣经》，右手一本《道德经》，你将无往而不胜。《纽约时报》曾经搞过一个活动，评选古今世界10大作家，老子位居榜首。鲁迅说：“不读《道德经》一书，不知中国文化，不知人生真谛。”世界上，比如说有3大文明，一个是中华文明。一个是两西，就希伯来希腊文明到现在的欧洲文明、欧美文明，这是一个大体系。那么还有一个印度文明，也是一个大体系。这3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最高概念，而中华文明的最高概念就是道。
就是道。因为只有了这样一个最高的概念，说我们这个文明体系它才有一个纲，有一个纲，其他的文化可能都是这个文明体系的网眼儿，都是它的网。随着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，社会各个结构以及各个阶层都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改变。但正是这种高速的生活节奏，让当今国内与国际在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的身与心等方面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衡与危机问题。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使生态、事态和心态都能健康而正常地向前发展呢？老子给出了解决的方案，那就是和谐。现代人恰恰是太有为了，太造作了，太执着了，太分别了，他的心灵是没有一刻的宁静的。他为外在的、为内在的、为身心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牵挂，他的心是同时分裂的，而没有一个统一的、和谐的心灵。老子说：“和其光，同其尘，错其锐，解其分，是谓玄同。”这是说，人世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智慧，和不同智慧的光芒，协调同一目标下的步伐，消除引起失协的锐利之处，排解造成失序的各种纠纷，便可造就玄妙的协同。这就是和而玄同。希望全世界都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，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。广义的修道，它是一种智慧的追寻，是一种生命意义的探寻，就是人应该怎么生活，怎么样才能真正达到一种我们现在讲和谐，就是一种和谐的境界。而这种和谐不光是我们这个肉体的和谐，还包括我们心理的和谐，包括我们身心之间的和谐，精气神的和谐，然后再扩展到人与人的和谐、社会的和谐，最终是宇宙的普遍的和谐，就是个道的和谐。自然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，而要想方设法维护和保持我们人和自然界的一体关系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，道家就认为，这个自然不是人类这个征服的对象，人就是自然中的一部分，人来自于自然，人只是万物之一。社会学家试图寻找一种人类与自然共存的文化，他们发现，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，正是以万物和谐、各遂性命、协调世界为根本。老子的无为，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，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自然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为。而这个原则，却早在2000多年前，由一位老人为今天的我们，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启示，并提醒着不远的将来。老师，道与德，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？道是这个宇宙万物衍生的根本规律，而德就是要遵道而行。那么，该如何才能遵道而行呢？道之所以被尊重，就是它对万物生长顺其自然，不加干涉，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
兴发万物却不自恃其能，生养万物而不去主宰，这就是最为深厚的德。老子的思想是一个根源的思想，是一个替宇宙、替生命、替整个存在的奥秘的一种解释的思想。这种思想，这种道是超越时空的。所谓超越时空，就是说它不受时代的限制，也不受空间的限制，它是对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2500年来，岁月荏苒，朝代更替，楼观说经台却一直矗立在终南山中。他因老子赢得了世间的尊崇，又因老子经历了岁月的萧瑟。始终没有忘记这座庙宇的，不是给过他显赫威名的历代君王，而是千百年来始终追随道家思想的朝拜者。他们仰望追寻的，也并不是这些肉眼能看到的巍峨殿堂，而是盘亘在他们灵魂深处的那份对老子的崇敬和对天地万物的礼赞。因为道的精神在这里永存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